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中共全军宣讲会，9名中将集体登场，却让外界看出另一场权力重组的戏码。张又侠坐镇第一排，张胜民紧随其后，整个画面更像是一场二张重新接管军权的仪式。你想想，一场四中全会刚结束，军方就紧急补上9名中将，这9人不是刚升职，就是刚补缺，全都来自张又侠、张胜民系统。外界怀疑这是习近平军权松动后的应急拼图，而更惊人的是北京流传的新内幕：胡锦涛、温家宝、汪洋3人据称秘密会晤，决定给张又侠免死金牌，还要给他一把尚方宝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许是唯一能撬动中南海军权的关键人物。9中将登场，火箭军旧案再起，福建舰封海待命，三里屯反共标语亮出街头，上层权斗与民间反抗同时点燃。这场军权保卫战或许正是中共近年来最惊心的一幕。中共20届四中全会后，军队高层他方式下课。在近日全军就中共四中全会精神宣讲的首场报告会上，9位中将现身，引人关注。这场会议表面是军队宣讲，但真正的剧本是张又侠、张胜民派系重新构建的公开亮相。此次宣讲会的核心看点就是这9名中将多有张又侠、张胜民2张的派系色彩。他们的共同特征有2个：一，大多是张又侠或者是张胜民系统的人；二，大多是临时补位的军中新贵。这次宣讲会上，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领衔，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张胜民和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陪同坐在第一排，而第2排的 C 位是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上将和其他亮相的9名中将。他们是军委后勤保障部陈赤、训练管理部刘迪、国防动员部张立克、联合参谋部祝传生、军委政治工作部王成南、张玉堂、熊兆元、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董力、郑守东。在这9名中将当中，空军有4人，包括陈赤、刘迪、王成南和董力；海军有2人，张立克和熊兆元；陆军也有2人，祝传生和郑守东；火箭军中有张玉堂。新任中共军委会政治工作部的副主任熊兆元出身于火箭军，张胜民担任火箭军前身第2炮兵政治部主任时，熊兆元担任2炮政治部办公室的秘书长，曾是张胜民在2炮时的直系下属。中共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副主任郑守东出身于沈阳军区，在张又侠当年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时候，郑守东担任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部长。作为沈阳军区嫡系，郑守东过去直接受到张又侠统领。刘迪之前担任的是训练管理部副部长。在今年5月，中共军队全军训练场地观摩活动上，当时陪同张又侠出席的就是刘迪，而时任训练管理部部长的王春中将没有露面。另外，这亮相的9名中将，除了王成南和董力，其他7人都是这次军队大洗牌之后，在近期才晋升为中将的。他们能够迅速得到提拔，应该多为2张信任的代理人。可能习近平再也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了。中共中央军委共有15个部门，原本各部门的正职中将、上将不是被查撤职，就是被消失，只能靠新走马上任的中将们火速填补权力真空。原来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已经被免了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职务，陈赤应该已经接替了张林，执掌后勤保障部。原来的中共国防动员部长刘发庆中将是20届中央委员，但是缺席了四中全会。张立克如今晋升中将，应该已经接任国防动员部长。刘迪晋升中将，可以确定他已经接替王春，担任了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部长。观众朋友，这些坐在第2排的中将们，他们执掌中央军委机关的各个部门，您说他们会向谁效忠呢？此次宣讲会的另一个核心看点，就是现在张又侠在军中是不是一人独大。自媒体中规中矩分析认为，张又侠是中共地位最高、权力最大的将领，甚至也或是本世纪以来权力最大的一位军事领导。因为过去郭伯雄和徐才厚、范长龙和许其亮、张又侠与何卫东
两个军委副主席，又是同时是政治局委员，可以说一直是平起平坐的。但随着何卫东的下课，张又侠现在是一马当先，似乎成了军队的唯一支柱。这次旧中将的公开亮相，军中权力的版图似乎清亮了起来。张又侠、张生民派系人马上位，军队高层持续震荡，习近平孤立无人可用，只能全靠大清洗后仓促拼接出来的二张军，习在军中的权威恐怕陷入困境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伤时间，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-3次，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屏6到8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粒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、更滋润。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？如果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 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，白天用2到4片分时段贴，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。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，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，不扯皮也不化妆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时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正题。那么张又侠现在是真的一人独大了吗？最近在北京政坛传出最新一波爆料，又把张又侠推上了风口浪尖，也把胡锦涛、温家宝、汪洋3位中共元老组合重新请回剧场中央。视频人小说家在自媒体透露，他收到消息，中共4中全会结束后的第3天，胡锦涛、温家宝、汪洋3人秘密地开了个小会。据说他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张又侠不是不动，是动不了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问题不是张又侠不敢在4中全会上动习近平，而是张身上也有把柄，被习掐得紧紧的。尤其是最近火箭军审判资料外流，点名火箭军3任头目背后的大靠山竟然都是张又侠，这等于把火箭军腐败的黑锅直接扣在张又侠的头上。元老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不是敲打，这是预备处决。于是有了传说中的一句，要给张又侠免死金牌，还要给他一把尚方宝剑。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张又侠有一个理由来支持改革派。换句话说，元老们希望他成为能撬动习近平军权的那只大螺丝。据说在达成给张保护的共识后，汪洋趁习近平去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，马上连夜奔向西山指挥所。汪洋带来3项承诺，句句直击军心。1. 军队归军队，改革派上台后不干涉军队实权，中央军委委员补缺名单也让张又侠自己提。2. 历史不追责，2012年至2015年的军中贪腐案，包括火箭军、装备部、海军，中央不查，由军方自行处理，这等于直接替张又侠扫清地雷。3. 21大军委副主席的接班人张又侠自己选，据传张又侠回应需要5个月，还外加了2个条件，汪洋则全部爽快答应。这段剧情如果是真的话，那堪称中共版谍影重重，悬疑感已经拉满。这些爆料真假难以确认，它之所以能传得飞快，是因为中共的黑箱政治，任何的风声都可能是真的，任何表面的事实也可能是假的，但权力斗争一定存在，浓浓的火药味是真的。那么习近平现在在干什么呢？习近平最近也很忙，因为福建舰要入列，广州全运会要开幕，
习近平看起来忙得像克服高峰期。据媒体报道，中国最自行研制的弹射型航母福建舰舷号18即将正式入列，地点选在海南三亚榆林港，而习近平有极大概率会亲自到场。毕竟航母入列向来是政治舞台的大型打卡仪式。三亚海事局已经提前发布禁航警告，11月5号早上8点到6号下午6点，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，禁止驶入。这种封海级别的操作，基本等于在海上挂了个巨型标语：福建舰要出场了，闲人回避。军事专家也因此判断，福建舰要举行入列仪式8、9不离十。航母入列，最高领导人出席已经成了固定节目。2012年9月，中国首艘航空航母辽宁舰在大连交接入列时，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出席了仪式。2019年12月17号，航舰山东舰在海南三亚军港交付海军，当时的习近平意气风发，亲自督场入列仪式，并兴致勃勃地登舰视察。那次张又侠以仪式主持人和军委副主席的身份紧随其后。按照这一传统，一艘新的大国重器上线，最高领导人怎么可能缺席？这可是写进政治仪式感的日程表里的。然而这次福建舰的入列，看点可不是习近平来不来，那是标配的领导人自拍时刻。真正值得盯紧的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，他来不来，他陪不陪习近平跑场子。今年以来，习近平所有重要行程，从军队到地方，从考察到慰问，张又侠一次都没陪同。这位曾经的习家军铁杆，怎么忽然就不配合主子巡回了呢？在中共政治里，陪同谁站哪一排抢哪个镜头，都是高级显微镜等级的权力信号。今年张又侠全线缺席，不仅不寻常，简直就是军权风向改变的官方公告。所以这次福建舰入列，真正的悬念不是航母多厉害，仪式多宏大，而是张又侠会不会突然现身。一句话，看福建舰是为了看中共军力，看张又侠是为了看习近平的军权到底稳不稳。另一个习近平必到的表演舞台是9号将在广州开幕的第15届全运会。上一次2021年的西安全运，习近平是亲自出席了开幕式，因此这次广州全运，按照惯例，他大概率也会到场。除了军队和政坛暗流汹涌，民间反习也火星四射。习近平虽然在4中全会保住了所有头衔，但中国民间对他与中共的反感确实持续飙升。中共4中全会刚开完，北京三里屯街头就有人挂起了反共标语，内容直指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的邪教，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。开放党禁，自由阻挡，建立自由、人性、法治的新中国。据说在河南驻马店遂平曲阳派出所门口的指示牌也被人贴上了标语：习近平下台，结束独裁暴政；中共下台，停止人权迫害。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前，也有一名男子拉布条：习近平走人。勇士气红在8月29号晚间10点，在重庆大学城西街的一栋高楼外墙投放反共标语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夜空投影，瞬间点亮整个网络舆论场。那是一整面直击制度核心的控诉：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，自由不是恩赐，要去夺回。起来吧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，打倒红色法西斯，推翻共产党暴政。不要谎言，要真相；不要奴役，要自由。暴政的共产党下台。整整50多分钟，灯光在城市上空刻下反抗者的声音。而戚红一家目前已全员平安抵达英国，暂时摆脱中共的追捕和压力。这场投影行动已成为近年民间反抗中最震撼的影像之一。从张又侠的一人独大、免死金牌传闻，到三里屯、重庆、昆明的反习标语，共同指向中共社会的一个事实：上面不稳，下面不服。上层在斗军权、斗接班，下层在抗暴政、抗风控、抗压迫。中国正进入一个政坛风暴、民间觉醒双线同时并进的时代。
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